家好，我是国际能源网魏雪梅。今天我们很荣幸邀请到了迈威特的李总来给我们做一个关于产品、关于市场情况的一个讲解。李总好。好的，大家好，我是迈威特的李良邦。接下来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次参展的产品。我身后的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这一次参展的最主打的一个产品，是水上的漂浮支架。那主要应用在水库，还有煤矿塌陷区，以及一些海水淡化蓄水池，以及一些钢铁厂以及大型的一些化工厂的一些蓄水池。那我们这个产品呢，是采用 HDPE 的高分子聚合物作为这个高强度的一个塑料的一个材料。那加上我们这个高性能的铝合金支架，配合构成我们这个水上漂浮光伏系统。那我们这个是在2015年开始做研发，现在产品已经升级到第5代了，在国内外都有诸多的应用。另外一个设计的话，我们还可以根据客户的需求，可以把这个铝合金的这个部分改为我们这个铝镁合金的这个材质，这个就因应我们的一个成本的下降的需要，可以做不同的设计的一个调整。另外一个呢，也可以做不同的一个角度。那再根据经纬度不同的国家，我们可以做10度，还有5度，15度的一个设计。这是我们的水上漂浮的一个支架。接下来刚刚讲的这个优势是我们第5代产品所升级的地方吗？对，特别是铆固的系统，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块。在江苏有一个水上漂浮的系统呢，我们采用了一个装铆的模式。以往呢都是暗铆跟沉铆，那装铆是一个非常具有挑战性的一个技术，现在已经被我们攻克了。你们花了多长时间攻克的这项技术？大概花了1年半左右的时间。由我们的研发团队呢，针对这个煤矿塌陷区，他们不容易做这个暗铆跟沉铆的这个大型的水面光伏呢，我们做了一个装铆的一个结构。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我们另外一个产品，这个产品是我们的新推出的一款智能跟踪系统，主要采用了多点驱动的一个模式。就是这款产品。对，这一款产品是有我们自己的一些研发的专利，最主要是在多点驱动的一个模式呢，可以减少竖两排悬臂过长造成的一个风疹，有效的解决这个难题。那这个在我们的国内的一些大型的一个地面电站呢，也有很多的应用了。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在跟国外应用到我们这款产品，特别在西班牙还有中东地区。那国内的话，这款产品是主要用在西北区域呢，还是？西北的沙漠地区，还有一些戈壁滩，以及东北的也有的应用，就是比较大型的地面电站。因为它的跟踪系统呢，可以有效的提高它的发电的效率。一般采用之后可以提高到15到20左右的一个发电量，还蛮高的。是。成本方面会比传统的更高一点吗？对，这个一般在地面支架的话，现在的成本呢，应该在跟踪系统可能是高一个20%到30%，但是因为长期的一个发电效率可以提高呢，其实在5年左右就把增加的成本呢已经回收了。对。从长期的角度来说，这样的话可以做一个好的平衡。对，是。这个跟踪系统在发达国家，特别是一些美国欧洲的一些地区，其实是已经非常多的应用了。那接下来这一款是我们的一个车棚，我们这个车棚呢，全铝合金的一个车棚，不同于国内很多的碳钢支架厂他们做的一个碳钢车棚，我们这个有它的几大优势。第一个的话，它已经有跟 BIPV 的一个结合，做着防水的一个车棚。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这个立柱结构非常的简洁，安装非常方便，在国外特别是在日本非常受欢迎。这款产品，你们为什么选择用铝合金这样的一个材质呢？因为铝合金呢，它有2个特点，第一个呢就是它有非常强的一个结构强度，第二又比较轻，它的运输成本会相对降低。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为了适应全球各个国家的市场，很多地区对外观的要求是比较高的，所以我们选择铝合金作为主打的一个产品，更漂亮一点，确实。
对，外观上面会比较容易被国外高端客户接受。那材质换成铝合金之后，它的使用寿命会不会受影响呢？不会，它因为铝合金它有一个天然的自我的一个防腐性能非常好，然后在整个使用过程中10年、20年都性能几乎不会变化，所以这个也是受国外青睐的一个主要原因之一。另外一款这个产品呢，我们专为这个汽车组装厂柔性屋顶的一个设计的一个支架，我们称它为 TBO 支架。那主要是因为汽车厂它的一个厂房保温的要求以及这个防水的要求啊非常高，所以它的表面那一层都是 TBO 的一个材质。所以为了把我们这个光伏电站建在这种材质上面呢，我们就特别设计了一款 TBO 的一个光伏支架。那这里面呢，就是底下有个吸盘，通过4根支弓螺钉打到钢梁上，上面这边呢就是用这个 TBO 的材质可以焊接在这个表面上，可以完全做到防水。这一款产品呢，受像宝马、奔驰的一些还有国内的上汽啊、一汽的一些厂房上面，都有很多的应用了。这款产品牢固性怎么样？这种材质这个没问题，这个是我们可以通过焊接跟上面的一个 TBO 的材质的牢牢的焊在一起，这个是非常方便的一款产品。那最后面我们介绍一下这款产品。这款产品呢是在日本广泛应用的一个3D 的光伏支架。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呢可以做到东西向的调节，跟南北向的调节。因为在日本的地面光伏支架呢，一般采用就依山势而建，地形是南北走向的或者东西走向的都有起伏不定，所以我们就特别应用他们的一个日本的地面光伏支架需要这样子的一个调节功能。对，这一款产品呢，在日本也是广受欢迎，特别是有2种结构可以选择，一个是双立柱的用螺旋地桩，另外一个是单立柱的用几字形桩。这种呢，它的施工非常的快速，然后这个上面这一块的横梁的部分呢，我们可以高度的预装，高度预装之后让我们的客户在安装的成本上面、安装的时效上面提高了非常多，也让他们节省了成本。因为在发达国家像日本、澳洲这些地区啊，它的人工成本是非常贵的。我们这充分为客户量身定制的，就是高度预装之后，能够节省他们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装机的成本。谢谢。也就是说，这款产品是专门为日本市场的一些特点定制的。对，就是客户，我们也有的时候是客户有这个需求，我们根据工程师的根据客户的需求，还有应用当地的一些原有的一些标准我们一定要符合当地的一些标准，然后通过一些结构的模拟，然后实际的产品应用之后，就最终形成了我们现在这个产品。对。那我们这一系列的产品的市场销量情况，您方便跟我们透露吗？好的，像这款产品呢，就是日本的3D 光伏呢，我们已经有非常多的应用。去年我们有一个54兆瓦的，都是用这款产品。那车棚的部分，现在国内也有好几个汽车厂有跟我们做定制，然后在澳洲还有我们西班牙也有客户有应用到。这一款产品就是刚才有提到的奔驰、宝马的一些屋顶上都有在用。那水上光伏的部分，刚才我也提了，就是在像安徽啊、山东跟江苏的一些煤矿塌陷区也广泛应用，还有一些钢铁厂，特别是宝钢的一系列的一些蓄水池，我们也有在运用。那另外就是在中东地区，有些国家它的一个蓄水池它因为缺水，装了这个之后呢，可以有效的减少蒸发。那我们知道迈贝特是国内做这个支架比较早的一家企业，产品类型也比较丰富的一家企业。是。那您可以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迈贝特的一个发展历程吗？好的，公司是在2012年成立。那我们当初成立的时候，主要是以光伏支架的研发跟销售，作为我们的一个起点。那经过这10几年的发展，在各项的一个光伏支架的一个产品的专利呢，也有取得了140多项。那近几年呢，
也分别获得了国家的高新技术企业，还有科技小技能，以及我们国家的专精特新企业的一个称号。目前公司大概规模人数呢差不多300人，但是设计跟销售人员呢占了将近一半，100多人。所以我们主要是以研发、销售作为我们的2个支柱，在作为一个发展的一个动力。那目前公司的一个布局的话，在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我们的产品。接下去特别是在日本、澳洲，还有我们这个欧洲已经有设立子公司。接下去我们针对美洲的市场也会做一个拓展，特别是在北美市场的话，目前我们是比较空白。那今年开始我们会重返美国。因为那边的一个市场的前景非常的广阔，那在保障我们产品质量、安全性以及客户服务方面，我们迈贝特是怎么做的？我们公司以产品质量作为一个最基本的一个要求，生产环节是以委外加工为主，但是检验跟品质的控制的人员都是我们自己有一个20个人上下的一个团队。在各个加工厂做一个从进料到生产到出货的全面的质量把控。那公司也通过了 ISO 9000的认证，以及包括国外的 SGS、TÜV 的一个认证。那产品质量是我们的一个保障。最后还想请您给我们的行业然后有一个寄语。我们今天可以看到 SNEC 的展会来了30多万的专业的参展商以及我们的观众。那我们也看到了光伏行业呢还是在蒸蒸日上。在光伏支架这个领域，我们希望能够为全球的客户提供更高效、更安全的产品，为我们整个行业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希望我们所有的从事光伏行业的朋友们，事业发达。蒸蒸日上，谢谢。谢谢。